老公，你嫂子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。7个月前，风寒州亲哥车祸身亡，我心疼新寡又怀孕的嫂子江楚楚，日日炖补汤，次次陪产检，尽心尽力，结果竟换来这么不堪的背刺。佑宁，冷静点，风家需要继承人。宋小姐男朋友真好，这都是第9次求婚了。是啊，长得帅不说，听说还是集团继承人。你走吧，医生说我伤了子宫，以后难以受孕。佑宁，你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身体，我只要你，孩子算什么？我这辈子都不要孩子。需要继承人，所以你就睡了自己的嫂子。风寒州，你怎么能这么恶心？老大没了，让小叔子顶上，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你自个儿是个不会下蛋的鸡，有什么脸在这质问？寒州没把你扫地出门，你就该感恩戴德，烧高香了。他竟然也是这样想的了。哥没了。让我无痛当妈。宋佑宁，我再和你好好说，你非得这样阴阳怪气吗？给脸不要脸，让你白得个儿子，还委屈你了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，给我滚出去！滚！滚！滚！夫人，三少，外面零下10几度，夫人衣着单薄，要不把人喊回来吧？不用，等他想通了，自然会回来。就是，他能离得开寒州？等会儿啊，他准灰溜溜的跑回来认错。等他回来，哼，可就不是道个歉能糊弄过去的了。让他滚去学月嫂，楚楚身子娇气，吃不了带孩子的苦，正好让宋佑宁这个不下蛋的废物去伺候着，把人作践到这种地步，三少夫人真的还会忍气吞声、逆来顺受吗？以前好像是忍了的。3年的婚姻啊，曾经的你对我是真真切切的好。你不是不喜欢旅游吗？而且工作还那么忙。我老婆想去的地方，我当然第一时间停工，带你出发。这件不错。三少夫人，这是三少送您的礼物。我以为我嫁对了人，可原来你的感情在风家所谓的责任和现实面前如此不堪一击。风寒州，你吃定了我远嫁南城，无处可去。你吃定了我爱你，舍不得离开，也只能咬碎牙或血吞，忍着恶心认下这个私生子。吃定了，我们已经结婚，
只要你不同意，我就永远离不了。是你忘了，当年你妈以死相逼，我们就简单举办了一个仪式，并没有领证。你当年想和我结婚的话还作数吗？枫叶，算数。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宝宝在踢我，要多注意身体。韩舟，我觉得宝宝会像你一样温柔。冷了。以前真是瞎了眼，将风寒舟对江楚楚过度的殷勤与呵护当成是纯粹的责任。佑宁，你别误会，韩舟只是关心我，怕我着凉。昨天那场雪终究没扛住，看来去枫叶家之前得先去趟医院。在外面冷静一夜，我以为你想通了。是想明白了。多可笑，他说的好像我所有的委屈和不公只需要一晚上的冷静就能消化，然后像条被驯服的狗一样摇着尾巴回到他身边，继续扮演那个温顺体贴的三少妇。我想明白了，脏了的男人跟掉进臭水沟的烤肠没区别，该丢就丢。祝你和你嫂子百年好合，生个足球队。宋佑宁，我说了，我让嫂子怀孕是为了责任，孩子是赤管的。那孩子生了，是叫你叔叔，还是爸爸？你非要这么刻薄吗？我已经和你解释了，你还想要我怎么样？解释？凭什么你解释，我就得原谅你？我们结束了。你要撒气，和我吵架，大吵大闹都行，但唯独结束，提也不准提。宋佑宁，记清楚，你这辈子都是我妻子。妻子？请问我们有证吗？原来你想我用结婚证补偿，我现在就带你去补办。但是佑宁，拿了证就安生，好好过日子，照顾好家里，照顾好嫂子。风寒舟，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和别人领。寒舟，我肚子痛，你能不能带我去下医院？别怕，我马上带你去医院。佑宁，办证的事等我回来再说。我好像没力气了，寒舟。现在演都不演了，我是。宋女士，你这个情况需要输的液体里有镇定成分，很容易昏睡，必须有家属在旁边看着才行啊。你家属呢？都说了，只是有一点点不舒服了，
某人非要小题大做让我住院，还取消了公司的100人会议，寸步不离的陪着。唉，被人太在意了，也是一种苦恼啊。护士小姐，麻烦帮我请一个护工吧。韩舟，我听佣人说，佑宁今早回来坐的车是辆劳斯莱斯，他昨晚一夜未归，会不会赌气和什么人？不会，佑宁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更何况，他今天还想和我去领证。你们要领结婚证？宋佑宁这个贱人，为什么要和我抢？韩舟啊，那个宋佑宁在发什么癫？他走了，家里一堆事儿谁来做？楚楚的补汤谁来熬？他走了，不是说好去领证吗？他还闹什么？佑宁脾气怎么这样大？你都答应和他领证了，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？能被你这样宠着，多幸福啊！哪像我老公已经不在了。算了，你快去哄他吧，我总能熬过去的。宋佑宁真是被宠坏了。楚楚怀着孩子，他非但不知道体谅照顾，竟还在这种时候争风吃醋、任性出走，简直不可理喻。立即停掉宋雨玲的卡，没钱，今晚他就得乖乖回去。宋小姐，我刚去缴费，卡刷不出来。婚后，我放弃了顶级公司邀约，一头扎进你的 FS 集团，成了总裁夫人，帮你做项目、管理公司，从没拿过工资。现在，你却用钱来反制我，真是卑劣。你要出院，得先结清费用才行，还有我的护工费。宋小姐，你要不要给你爸妈打个电话？爸妈远在北城，身体本就不好，要是得知我连看病都没钱，他们该多焦心。凤寒州就是笃定了我不敢惊动父母。阿姨，麻烦您跑一趟，去附近二色店把这个卖了。这是婚戒吧？收拾行李时忘记丢了，卖了换钱。这段不堪的感情总算还能发挥点最后的余热价值。刘律师，帮我提起劳动仲裁。对，我要告风寒州没签劳动合同，拖欠我整整3年工资。如果不是走投无路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与风燕有任何牵扯。可偏偏风寒州有权有势，对我更不会轻易放手。南城没人敢和风寒州抢女人。除了风燕，风寒州的这位堂哥，风家真正太子爷。少夫人，您回来了。风燕呢？少爷临时有紧急事务出国处理了，这几天怕是不在家。不在家，太好了。请。少夫人，这是您的房间，生活用品、换洗衣物、珠宝首饰都已备齐，若不喜欢，随时全部更换。这是您的日常用度，无限额黑卡、500万现金以及一张1亿支票，请您随意支配。还有这些是伺候您的佣人，共计108位，分3班轮值，务必确保您在任何时候、任何需求都能得到最及时周到的响应。这也太多了吧。少夫人，您现在的丈夫可是我们大少爷，风寒州那边，他那种做派不提也罢，他没能给您的，给不起您的，在我们少爷这儿都是最基础的配置。以后您用的、穿的、玩的都必须是最高规格。少爷特意交代了，您只管舒心，旁的都不用操心。风燕， 어쩔 수가 없잖아 그대 때문에 녹슬어 버린 걸
多年前的那场意外，我以为只是过眼云烟，没想到竟然真的和他成了夫妻。少夫人，另外，您和少爷的婚礼安排在月底28号，具体筹备会由顶级团队负责，但婚礼形式、场地风格、婚纱样式需要您挑选。您看，您什么时候方便？这些都你们定就好。少夫人，这可使不得。婚礼，新娘子最大。少爷走之前就说了，婚礼都按您的心意办，一切以您的喜好为主。我的喜好，当年和风寒州的婚礼全由刘舒亚决定，从没有人问过我的喜好。他承诺给我补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现在新郎却成了别人，不知道他看到婚礼那天会作何感想。我最近都有空。好的，少夫人，您先休息，有任何需要，床头有直通管家房的呼叫铃，您随时吩咐。又是一个来安慰我的。哥哥，吃糖。妈妈说吃了糖嘴里是甜的，就不想哭啦。少爷，您真的不去见少夫人吗？她会不自在的。宋佑宁还没回来上班。是的，总裁。宋组长3天没来了。他身无分文，这2天怎么熬过来的？以前真是把他宠太过了，才会倔成这样，宁愿吃苦受罪也不肯低头。你去查查他在哪儿，我去接他。韩舟，我刚和姐妹们逛街，看见一名女士手上戴着这枚戒指，我一眼就认出这是佑宁的婚戒。这可是你当初找大师独家定制的，世上仅此一枚。我赶紧去问那名女士戒指哪儿来的，结果她说是在二神殿买的。婚戒代表的意义可是你们的爱情啊，他把婚戒卖了，这是要和你分手吗？他爱我入骨，分手等于要他的命，挖他的心他舍不得，不过是闹脾气耍小性子，故意卖婚戒来气我。看来是该给他个教训，让他彻底清醒。少夫人，您今天方便吗？天阙酒店方面已经安排妥当，随时可以去挑选婚礼场地了。下午可以，中午约了李总签约，跟了3个月的单子，提成200万。签完这个，拿到赔偿，我就可以安心离开了。好的，少夫人，您在哪里签约？午后我派车来接你。不用麻烦，就在天阙。哎呀，佑宁，你来啦！真不好意思，忘了通知你。韩州觉得部门需要更优秀的人带领，所以我呢刚刚入职，担任总监，以后就是你的直属上司了。所以这份合同我顺手替你签了。风寒州，这个项目我跟了3个多月，熬了多少夜，费了多少心血，你说给就给了，他凭什么签我单子？你怎么敢把婚戒卖了？宋佑宁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？能公私不分到这种程度，真够卑鄙。这次只是小警告，以后不准让婚戒离开你的手指，否则别怪我开除你。佑宁，认清现实，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乖乖回家，接受孩子。之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对你好。开除？您不再考虑了吗？我们研发部首席这个职位很需要您。抱歉，我丈夫的公司也需要我，他那边要从零开始，我没有太多精力。3年，我呕心沥血，让 FS 在竞争激烈的 AI 领域杀出一条血路。没了我 ，FS 的 AI 部门就是一个空架子。风总，务必说到做到，记得把 N+3的赔偿金以及劳动仲裁的钱都打到我工资卡上。对了，李总，你也听见了，是风总要开除我。那我答应副总给贵司的那个核心程序优化技术，很抱歉，无法兑现。
这合同不签了。以前不管怎么争吵，宋佑宁总会最后关头顾全大局。难道这次他真就过不去了？王德怎么来这儿了？封总，王管家是来看挑选婚礼场地的。月底妍妍要举办婚礼，您不知道吗？大哥要结婚了。6年前回国，便用雷霆手段血洗南城商界。自那时起，圈内人畏他如阎罗，竟称一声爷爷。可这些年，老爷子塞了多少名门贵女过去，他都无动于衷。如今竟突然定下婚事，对方得是多厉害的女人？不行，得赶紧把宋玉宁带走，别让他误闯枫叶地盘，惹到枫叶。少夫人，这边请。天空之镜、南城之巅的婚礼场地就在前方。他进去了。天空之境内有贵客，没有预约不便进入。让开！韩舟，你冷静点。大哥本身对你就有仇恨，他选婚礼场地这样大的事，你进去必然会惹怒他。有你在里面。你看电梯都下去1楼了，佑宁肯定坐着电梯下楼，早走了。宋佑宁闹到这种地步，风寒舟却还是这么在乎他。寒舟，本来我不该说的，可我实在不忍心看你被宋佑宁这样耍得团团转了。你想想 ，AI 情感互动那个项目，宋佑宁倾注了整整3年心血，眼看着成功了，等发布，他就名利双收，成行业新秀。他怎么舍得在这个节骨眼上放弃一切，真的离职呢？他就是在耍性子，故意搞砸签约，吓唬你，逼你去哄他，求他。你要是不去哄，等发布会开始，到时候他就慌了。那等到发布会那天，看他如何收场。宋女士，我刚得到消息，您要离开 FS。3年前杜夜宴财团给您的 offer 仍旧有效，并且待遇翻倍。全球 AI 研发中心首席的位置，一直为您虚位以待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下月初去京城入职。你在哪儿？马上回南城。怎么，宝贝儿，想我了？闭嘴！你要不想风寒舟发现孩子是你的，把他大卸8块扔海里喂鱼，就早点歇了这些心思。不约会，你叫我回南城干啥？过几天就是 AI 情感互动软件发布会，我要你把宋玉宁绑了，让他那天不能出现。只要宋佑宁缺席发布会，不仅会激怒风寒舟，让他们关系无可挽回。宋佑宁呕心沥血3年的成果，一切的荣耀名利都将归我所有。到时候我就有底气和夜宴集团合作，我将会是风家最大的功臣。刚结婚就要去异地工作，该和枫叶说一声。王伯，少夫人，那个枫叶大概哪天回来？我有事情要和他说。听说今天夫人在酒店遇到了风寒舟，戒指都拿回来了，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接了电话，这会儿这么慎重找少爷商量事情，怕不是要悔婚？少夫人，这次少爷处理的事情特别棘手，别说几天，恐怕半个月都未必能回来啊。把我删了，把我删了，也是，枫叶娶我不过是为了膈应风寒舟，对我这个人并不感兴趣。挺好，可以再买一次。少夫人，这是安神香，能让你睡得更好。
佑宁，别想再离开我。对不起，昨天只是个意外。意外？还真是提起裙子不认人啊！我们又没感情，成年人一夜情玩玩而已，不要当真。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，我就走了半年，你就和别人结婚了。真的对不起，妍妍，现在给你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，嫁我，还是嫁风寒舟？我知道您看不惯风寒舟，想羞辱他，但是真的没必要。羞辱他，他也配？我只想要一个答案。风总，宋组长回公司了。他终于肯低头了。既然答应了叶燕，我就要提前做准备，趁这段时间把我私人电脑上的数据分析先整理出来。哎呀，佑宁，你回来了呀！我还以为你多有骨气呢。不过嘛，就算你回来了，这办公室你也别想了。我是总监，是你顶头上司，最好的位置自然归我。你就先去储物间凑合一下吧。我的电脑呢？喏，破电脑而已，还要呢？抠抠缩缩，小家子气。想要自己去捡呗。宋佑宁，你知不知道，我和韩舟从来都不是试管，我们缠绵了好多好多个晚上。宋佑宁，她是孕妇，肚子里怀的是我的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过来，给楚楚道歉。韩舟，别怪佑宁，我不疼的。佑宁生气是应该的，都怪我。若不是为了封家血脉，我也不会怀上你的孩子。佑宁，你打我多少巴掌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能消消气。我打你多少巴掌都没关系。活久见，还有人上赶着找抽的，这2巴掌够不够？不够我再免费赏你几个。宋佑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真是看错你，我今天才发现，你居然这么善妒，这么恶毒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和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？哦，所以呢，下次别惹我，再惹我，你们2个，我一起删。宋佑宁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敢走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回来。AI 感情互动发布也没有你的份儿。少爷，都查清楚了，少夫人在 FS 被江楚楚欺负，风寒舟眼盲心瞎的，还维护那个江楚楚。少夫人腰上的伤就是风寒舟推的。找死！既然他管不住自己的手，就把他双手打断。是他不珍惜你，我不会再把你还给他了。明天他一定会回来。他舍不得放弃倾注多年心血的 AI 情感互动项目心语，更舍不得离开我。明天发布会必须完美，夜宴财团的合作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只有与夜宴财团达成合作，FS 才能冲破瓶颈，我才有足够的资本
去和那个始终压我一头的堂兄封燕一较高下，成为封家最有力的继承人。韩舟，你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妥当，我保证夜宴财团的合作一定会是我们的囊中之物。首席，18号南城的行业峰会，您是否有空出席？夜宴计划在峰会上最终选定一家合作公司，您作为研发部新任首席，这个决策权自然在您手上。考虑您目前就在南城，总部希望您能亲自过去把关挑选。宋玉宁还没来，发布会还有几分钟就正式开始了，他可能是想卡着点来吧，觉得这样才显得他不可或缺。哎，佑宁这性子有时候真的是……所有流程提前准备就绪，他一出现就立即让他换衣服上台，1秒钟都不许耽误。好。从今往后，宋雨宁的一切事业、荣耀、男人都将属于我。封总、江总监，时间到了。宋组长还没到，这可怎么办？韩舟，不能再等了，只能启动 Plan B。我替佑宁上台发布，虽然佑宁不在，但为了你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。确保发布会圆满成功，绝对不会让夜宴的合作机会溜走。辛苦。各位下午好，我是 FS 集团新宇技术总监江楚楚。谢谢大家。太震撼了！江小姐，你是我的神！天哪 ，AI 情感互动真的实现了，这简直是划时代的伟大研发啊！新宇必将引爆全球 AI。完了 ，FS 有江楚楚的新宇，我们想和夜宴合作，几乎没戏了。宋玉宁怎么会连呕心沥血3年的成果都弃之不顾？难道……封总，宋组长来了。发布会已经开了，江总监已经是公认的新宇研发商了。宋组长这时候进来，他要是揭穿，别说是夜宴合作 ，FS 也会成行业笑柄啊！发布会已经结束了，所幸有楚楚替你发布，才没开天窗。你也别觉得委屈，是你晚到造成的这个局面，后果就该自己承担。被绑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江楚楚想要抢走新宇，可是他不知道新宇发布只是开始，后续的维护升级是必须的，否则就会爆雷。江楚楚现在因为新宇得到多少风光，爆雷的时候就会跌得多么狼狈惨烈。放心，我对新宇没兴趣，让开。真的？韩舟，不能信他。幽宁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想进去揭穿，让我身败名裂。我个人名声无所谓，但你不该不知道夜宴合作对韩舟有多么重要。夜宴马上就要挑选合作方了，你能不能懂事一次，顾全大局？佑宁，你太任性了。舒九，送3少夫人回家。夜宴合作落定前，不准她出门。是。风寒舟，我劝你最好脑子清醒一点。我就是
夜宴首席。你夜宴首席，宋佑宁，你为了报复我，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撒谎也不打草稿。你要是夜宴首席，那我就是国家总统了。够了，带走。三少夫人，请。我到门口了，有恶犬拦路，出来接我。装腔作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把他拉走，待会儿被人看见了，丢封家的脸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汤姆总监，您好，我是江楚楚，心语的研发者，真荣幸您亲自。汤姆总监，让您见笑了，她是我弟媳，叫宋佑宁。看到我成功研发出心语，她心生嫉妒，担心以后在家里地位不如我，竟然偷窃了我的研究数据，想在这里冒名顶替。唉，本想私下处理家丑，没想到还是惊扰了各位。天哪，看着人模人样的，心怎么这么黑，这么恶毒呢？呕心沥血几年的成果都敢偷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真是业界毒瘤，把他拍下来，曝光他，让所有公司拉黑他。杭州要以大局为重，今天没有人能帮得了你。3年心血，竟成了刺向自己的刀。过河拆桥，农夫与蛇，莫过于此。所幸，我早就看清楚了。汤姆总监，您放心，我这就让人把他送走，绝不耽误我们签约。我们进去谈。宋首席，很抱歉让您遇到这种麻烦，请原谅我的疏忽。首席，首席，他怎么可能会是夜宴首席？汤姆总监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他叫宋佑宁，只是 FS 一个被辞退的小组长。张小姐，宋佑宁女士是夜宴财团连续3年由总裁亲自出面，耗费了巨大的诚意，才最终邀请成功的全球首席研发官。她的身份不是任何人可以质疑的。倒是你说我夜宴的首席研发官想偷弃你这种货色的成果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夜宴最核心的仿生神经元矩阵项目，正是由宋首席一手奠定理论基础和关键构架。心语这种级别的应用，在宋首席眼里不过是信手拈来的小玩意儿，他需要偷？笑话。FS 集团很好，你们今天对宋首席做的夜宴财团记下了。从此刻起，夜宴财团全球所有业务线将永久性关闭与 FS 集团的一切合作通道。宋首席，你看我们是现在进去会场，还是移步到更舒适的会议室？进去吧。宋佑宁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入职夜宴，你还想不想回 FS？ 还想不想待在我身边了？你今天搞这一出，不就是想证明你的价值，逼我低头与你和好吗？行了，我承认你的能力，之前的事既往不咎。FS 研发部还是你，
适可而止吧。劳动仲裁，你居然……下次见面，我们法庭上谈。秀宁，你等等，我们……韩舟，韩舟，我的肚子好疼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韩舟，送我去医院。他不是在赌气，他真的要离开我了。幼宁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需要你。楚楚，我以为幼宁总会自己想通，接受你的孩子，是我想错了。这件事情我不该这样逼你。送江总监去医院。韩舟，抛下我和孩子，你以为就你会卖惨吗？想抢走韩舟，你做梦！您看一下我们的合作方案，我们将按计划进行。幼宁，我们谈谈。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如果你想在这里聊我们之间3年的婚姻关系，我也不介意就在这里说。真下作！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你以前不会对我这么说话。幼宁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把你丢在血液里，更不该推你。您的关心来得可真早，你怎么不等到我死了，买好了以后再来问？我爱你啊，以前、现在、未来都只爱你。幼宁，哇哦，你这爱还真是独树一帜，惊世骇俗。可惜我福薄命浅，消受不起一丝一毫。您这份沉甸甸的厚爱，还是拿去给你嫂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吧。我已经低头认错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再闹下去，就真的伤感情。方总，我很忙，没空陪你在这说这些毫无意义的废话。麻烦你让开。你真要把合作拱手送给外人？幼宁，闹脾气也该有个限度。风总，叶燕好像要和李氏去公司签约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为了这次签约，可是等了3年啊！跟上去，盯紧他。好的。王博，人怎么样了？如果实在问不出来，那就换个方向，查他和江楚楚的关系。少夫人，抱歉，这家伙嘴很硬，暂时还没撬开，不过应该很快了。好的，少夫人，我保证，一定很快就会有结果。爷爷，饶命，饶了我吧！我什么都说，是江楚楚，是他指使我干的。手机您都拿走了，证据全在里面。等数据修复了，就能看到。为什么还要打我？为什么？你伤了他，这点力气怎么够？不要！首席，你受伤了。小伤而已，不碍事。总裁有令，您是叶燕的团保，你的健康安全是第一优先级。签约的事宜可以延期，立刻掉头去市中心医院。风总，宋组长的车突然掉头，好像不去签约现场了。果然，宋佑宁心里终究是有我的，他舍不得真的把叶燕的合作给别人。停车。韩舟，出事儿了！
出大事了，楚楚早产了。孩子情况怎么样？楚楚怎么样了？楚楚遭了天大的罪才生下孩子，可是我可怜的大孙子早产太虚弱，得进保温箱啊。我去看看孩子。风寒舟，你怎么还有脸来看孩子？楚楚大着肚子被你丢在发布会，你既然不管他们母子俩，以后也都不用你再管，我会把他们接回江家。他们母子俩以后和你风寒舟和你们风家再没有半点关系。是我的错，这种事情我保证不会再发生第二次。保证？你给我保证，这次你能因为宋玉宁丢下楚楚，下次就还能因为宋玉宁辜负他们母子俩。毕竟宋有宁才是你的妻子，不是吗？等孩子出保温箱，我会召开认亲宴，把他认作长子，给他20%的股份，并且宣布封家继承权以后仅属于他。行，楚楚没看错你，三少是个有担当的男人。孩子在哪儿？如果幼宁能认下这个孩子，就完美了。谢谢啊。幼宁，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腰伤又疼了？你看你，没我在身边，连自己都照顾不好。我帮你上药。听说江楚楚的孩子生了，你怎么不去守着你那宝贝儿子？幼宁，你要明白，你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是第一位。就算有了儿子，也不会改变。抱歉，是我的错。这么多年，我现在才发现，你不仅脑子有病，而且病得还不轻。幼宁，我知道你吃醋，你放心，我还是在意你的。这个月28号，我会给孩子举行认亲宴，把孩子过继给我。幼宁，你来，这就是我们俩共同的孩子。我知道你会做理智的选择。28号认亲宴，我等你。28号正好是我和风燕的结婚典礼。少夫人，江六他招了，如你所料，是江楚楚指使的他，他亲口承认的音频证据都在里面。另外，我调查得知，他和江楚楚关系不同寻常，或许是不正当男女关系。他的手机数据正在恢复中，等数据恢复出来，就有确凿的证据了。不同寻常，真的爆出来，得给风寒舟、刘舒雅造成多大的暴击？真是期待，辛苦王伯。辛苦的也不是我，是……哎呀妈耶，死嘴，差点把少爷卖了。对了，少夫人，5日后就是老爷的70大寿，您方便去贺寿吗？风老爷子是风燕和风寒舟共同的爷爷，风家目前掌握绝对大权的家主。以前我都是作为风寒舟媳妇的身份，如今却摇身一变成风燕媳妇，对整个风家来说都是挑战他们风家的名誉和权威。老爷子定然不待见我。那个少夫人，您不用担心。这是宋代江山孤鹤图真迹，老爷子近些年痴迷字画，见到这幅画必然欣喜。风燕，连这种细节都替我打点好了。他会回来参加寿宴吗？哦，哎呀，少爷的事情棘手得很呐，怕是赶不回来。不过少夫人放心，若是谁敢欺负您，少爷就算在天边，也一定会马上赶到。马上到？且不说距离，就我和风燕的关系，他也不可能特地来给我找场子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怎么，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又舔着脸回来了？连个蛋都生不出来的废物，除了我家杭州心软，
哪个男人还会要你？谁告诉你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你家？不然呢？老爷子70大寿，全家人必须参加。若是不来，以后你在封家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还算你有点脑子，知道轻重缓急。再怎么闹，寿宴也得乖乖来参加。等下宴会结束，就赶紧滚回去给楚楚炖汤。他奶水少，我大孙子都吃不饱。呀，楚楚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吗？生育的女人，月子还没做完呢，落下根病可怎么办？妈，今天是爷爷70大寿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作为孙媳妇怎么能缺席呢？更何况，我也想带着宝宝给爷爷贺寿，让爷爷看看他的重长孙。虽然宝宝早产，身体比较弱，但这份孝心不能少。还是我家楚楚最懂事，最孝顺了。韩舟，楚楚还没出月子，身子虚，你可得小心照顾好。佑宁，你能来，我很高兴。你看，这就是我的儿子，要不要抱抱？以后他也会叫你一声妈妈。抱，这个孩子让我看到自己3年婚姻多么的可笑不值。楚楚辛辛苦苦生孩子，却要叫你妈妈，真是天大的便宜，让你捡。在我们这样的家族，不下蛋的鸡是要被休出门的。佑宁啊，你得烧高香了。遇到的是韩舟这么重情重义的男人，和楚楚这么善良大度的嫂子。就是，你以后可得把楚楚的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疼，好好报答楚楚的大恩大德。老爷子的寿宴才刚刚开始，他们这群人就找茬的找茬，欺辱的欺辱，不就是欺负我背后没人吗？你确定要让我报吗？若宋雨宁真的报了，人人都会夸他懂事大度，宝宝更会名正言顺，真的成宋有宁的儿子。不行，宝宝认生，在寿宴上哭闹起来就不好了，还是下次再抱吧。说的比唱的好听。原来这江楚楚也没有他表现的那么大度嘛。看来这二房以后啊，少不了鸡飞狗跳。唉，毕竟是自己生的孩子，让给别人养确实也难吧。韩舟，我只是担心宝宝。老爷子到，封老寿辰快乐。孙子辈上前献礼。佑宁，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按照辈分，宋尤宁应该在封宴，江楚楚之后啊。肯定是宋有宁最近闹的那些破事儿，被老爷子知道了。你要说过，老爷子这是要当众发落他呢。韩舟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赶紧把你手里那寒酸玩意儿扔了。过来，和韩舟一起把他精心准备的那份厚礼送上去。嘴巴给我放甜一点，要是哄不好老爷子，连累我们二房在家族里丢人现眼，回去我就收拾你。佑宁，别怕，有我在。听话，别任性，爷爷面前不能失礼。爷爷，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爷爷，您千万别见怪，佑宁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不是故意拿这种上不得台面的东西来献礼冲撞你。我和他
其实早就备好了真正贵重的礼物。上不得台面，风寒舟，我看上不得台面的是你。江山孤鹤图这墨色，这笔花尾是真迹，这怎么可能？老爷子苦寻了10几年都没找到的，多少收藏家梦寐以求的孤品。又误会幼宁了，可他怎么能拿到这幅画？好，幼宁，有心了，你先下去，我和幼宁要单独说几句话。枫叶那小子性子冷，手段狠，像块捂不热的石头。这些年，我不知道往他身边塞了多少名门闺秀、绝色佳人，他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结果到最后，偏偏娶了你，自己的弟媳妇。宋有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他到底为什么娶你？为什么？为了报复风寒舟，为了膈应那一大家子。可直接说出来，老爷子估计会当场发怒。看来这丫头还不知道真相。枫叶这小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居然也有他不敢承认、不敢面对的一天。这是封家代代相传的手镯，阿言的母亲福宝走得早，这镯子就替他母亲给你戴上。老爷子在和宋有宁说什么？我的天，我没看花眼吧？老爷子把传家手镯给了宋佑宁。这，老爷子这态度明摆着了啊！就算宋玉宁生不了孩子，她仍旧是他认可看重的孙媳妇儿。快过去道贺！以前真是看走眼了。为什么我拼死拼活生了封家的长孙，老爷子从头到尾一句夸奖没有，却把代表家族认可和最高荣耀的传家手镯给了宋玉宁？凭什么？我绝不允许！宋玉宁，很得意是吧？你以为这样就能压我一头，能风风光光的回封家做你的少夫人了？我告诉你，做梦！宋玉宁，你疯了吗？你生不出来就要害死我的孩子吗？他才刚出生啊，那么小，那么脆弱，你怎么下得去这种毒手啊？求求你放过他，别摔他！求求你还给我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宋有宁，放开我儿子！我不是故意打你，可是你不该伤害那么小的孩子。这一巴掌打你眼盲心瞎，蠢钝如猪。宋有宁竟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动手打我，他怎么舍得？宋玉宁，你怎么可以打韩舟？太过分了！枫叶，谁打的？风寒舟，他打我。大哥，是宋有宁先伤害我宝宝，韩舟情急之下才动手。韩舟，韩舟，我的儿啊！枫叶，韩舟他可是你的亲堂弟呀，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？你怎么能……再有下次，断的就不只是胳膊了。
别动。停！我脑子里怎么又冒出这种带颜色的画面了？你不是说不回来，很忙吗？临时有变。临时有变，就特意从国外赶回来给老爷子祝寿，真有孝心。孝心？按理说我们已经结婚了，可是他回来的太突然了，我还没有心理准备。你要先洗澡吗？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今晚睡书房。果然对我没兴趣，娶我只是为了各以风寒州而已。我的少爷，你怎么这就出来了？好不容易不用装在国外了，就正大光明和少夫人睡呀，你就不用每晚偷偷摸摸的进去了。少爷那么狠绝果断的人，怎么一面对宋尤宁就这么束手束脚呢？这样下去可不行。王伯，有什么事吗？少夫人，打扰了。刚确认了行程，少爷明日恰好有空，可以陪你一起去试婚纱。您看安排在明天可以吗？毕竟新人礼服成套，一起试穿才更能看出效果。好。手都断了，不在医院好好做手术，还有闲工夫不停地打电话。佑宁，风燕是不是把你怎么样了？你别怕，我马上来找你。佑宁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风燕是不是伤害你了？伤害我？风三少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今天在寿宴上，众目睽睽之下打我一耳光的人，难道不是你吗？对不起，佑宁，今天是一时冲动，孩子刚从保温箱抱出来，太脆弱。如果你没伤到孩子，我绝对不会那样对你。既然你这么宝贝那个孩子，那你最好把他看紧了。下次再舞到我面前，我真就顺手摔死他。你疯了吗？那是我的儿子！关我屁事！舒九，手机给我。看我伤成这样，佑宁肯定会忍不住心疼来看我的。备车！立刻查清楚佑宁现在在哪儿，我必须马上见到他。好的，少爷。
我接个电话。好。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任性也要有个限度，用和别人结婚来气我，这种荒唐你怎么做得出来？气你，风总，别太自以为是，用我自己的婚姻大事来气你，你也配？整个南城谁不知道你是我的女人？谁敢真的娶你？那个男人是你雇来的演员吧？我不会动你，但如果你再闹下去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他死无全尸。佑宁，你一向善良，总不会想让一个无辜的人因你丧命吧？我当初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渣？风三少，你确定你能动得了他？这南城还没有我风寒州动不了的人。风燕，为了气我，你居然答应帮大哥的未婚妻试婚纱。佑宁，你还是这么幼稚。你的目的达到了，我确实快被你气疯了，连手上都顾不上就跑来找你。这下满意了吧？气消了吧？大哥这个人非常危险，喜怒无常，手段残忍，他对我尤其有恨意，也会迁怒于你。以后不许再和他有任何接触。听话，跟我回去。你怎么舍得动我的伤口？你不信我要嫁给风燕，那就自己去问他。什么事？韩舟，宝宝不知道怎么了，又拉又吐，还发高烧到41度，你怎么不在医院？你快回来啊！我马上来。你先跟我去医院。你再碰我一下，我不介意让你的手真的再断一次。佑宁，你真是太任性了！前一秒还在口口声声担心枫叶会迁怒，下一秒就能为了那个孩子毫不犹豫地将我丢下。我永远都是你可以随时抛弃的选项。只是病毒感染引起的肠胃感冒和发热，现在已经控制住了，住院观察2天就好。韩舟，你的手怎么回事？伤成这样，你怎么还跑出去？不想要这只手了是不是？妈，您别着急，韩舟肯定是公司有极为重要的紧急事务，必须他去处理，对不对，韩舟？一点急事。去查，立刻去查清楚，枫燕的结婚对象到底是谁？我要确切名字。三少，劲爆消息！枫叶那个放在心尖上的白月光经书回国了。我就说嘛，当年枫燕为了他，差点把命都折腾没了。他出国后，枫燕就跟得了厌女症似的，谁凑近谁倒霉。这突然要结婚，新娘子要不是他，我把头拧下来。恭喜啊，韩舟，你大哥这几年一点软肋没有，把你压着，把枫家的权势地位越占越多。现在他的桃花劫回来了，不知道又要闹出多大事儿，你赶紧支棱起来，趁他病要他命。原来是经书宋佑宁，他果然只是去帮经书试婚纱而已。风总，那调查一场误会，不必查了。少夫人，您绝对是南城最美的新娘，妍爷待会儿见了肯定移不开眼。王伯，婚礼邀请这么多宾客，虽然当年我和风寒昭的婚事没有对外宣扬，但风家的内亲基本都是知道的。现在我和风燕婚礼大办，他们若是在席上议论，夫人请放心，
少爷特意交代过，您该有的仪式和尊允，一丝一毫都不能少。至于议论，在这南城，谁敢议论严爷？是啊，枫叶有绝对的权利和庇护，这不就是我选择他的原因吗？宋佑宁，你看新闻了吗？今天南城最顶级的酒店天阙在办我儿子的认亲宴。韩州说了，要办得最盛大、最豪华。从今天起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我儿子是封韩州名正言顺的长子，是韩州未来的继承人。我和韩州的关系，谁也破坏不了，我们会永远是家人。江楚楚，你确定要在这个时候招惹我？封韩州可是眼巴巴盼着我来认亲宴，你说我要是现在过去，场面会不会更精彩？如果能让你不痛快，我很乐意走这一趟。想我不去的话，对着手机大喊3声我和封韩州乱伦，声音够响，我就考虑考虑。我数3声，不喊我就马上来。3、2、1。我和封韩州乱伦，我和封韩州乱伦，行了吗？录音了。宋佑宁，少夫人，吉时快到了，该去会场了。我再等你5分钟，你若不来，我就真的自己认下孩子。佑宁，不可能，那是静书，今天是枫叶和静书的婚礼。韩州，吉时快到了，你还愣在门口干什么？那个不下蛋的鸡，摆架子不来正好，谁稀罕他当我宝贝孙子的妈似的？再等等，他会来的。哎呦呦，奶奶的乖孙孙，怎么哭得这么厉害？不哭不哭哦，孩子都哭了，他就想及时认个爸爸，讨个好彩头。错过及时对孩子运势不好。韩州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，连自己儿子的终生大事都不顾了啊！佑宁，你这次真的闹过了。走吧，进去。哟，还没开始吧？我没迟到吧？韩州，淑仪，恭喜啊！给我小侄子的长命平安镯，开过光的。静书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还穿的常服？你不是今天的新娘吗？开什么玩笑？我像是会踏进婚姻坟墓的人吗？新娘可不是我。不是你，那刚才穿婚纱进去的是？宋有宁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嫁给封燕先生为妻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富裕还是贫穷，健康还是疾病，都爱他，照顾他，尊重他，永远对他忠贞不渝，直至生命尽头。我愿意。我不同意。宋佑宁，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玩过头了！佑宁，你闹得太过了，快跟我回去！风寒州，到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跟你闹着玩？你不是在闹是什么？婚姻不是儿戏，枫叶她更不是你用来气我的工具。你清醒一点！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们已经举行过婚礼了。法律上我们没有任何关系，而且从那个雪夜，你默许你妈把我赶出家门开始，我和你就已经结束了。我那只是权宜之计。我是爱你的，你应该理解我的苦衷啊。抱歉，我已经是枫叶先生的妻子。佑宁，老婆，你别这样。风寒州，在我婚礼上抢我的妻子，过分了吗？还有，记得改口，以后你该叫她堂嫂。枫叶，明知道她是我的妻子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
大哥强娶弟媳，你就不怕被全南城人耻笑吗？强娶弟媳，这罪名可比不上你。毕竟，我只是娶了个没有法律前任的女人，而你可是实实在在跟自己的亲嫂子搞出了个孩子。他娶你根本不是因为爱你，他只是为了报复我，为了羞辱我。他对你不是真心的，你会后悔的。只有我才是真的爱你。爱我的你，和嫂子通奸生娃，伤我，亲我，气我；不爱我的他，给我尊严、照顾、庇护和舒心自在的生活。风寒舟，你口口声声的爱，我现在一点也不稀罕。老公，把他赶出去吧，别让他耽误我们的婚礼。我给你的不会只有这些。把他拖出去，再敢进来打扰，腿打断。是爷爷。放开我！宋佑宁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你是我老婆，你不可以嫁给枫叶。我真的彻底失去他了。宋佑宁那个水性杨花的贱蹄子，他怎么敢？他明知道你跟枫叶是死对头，还嫁给他，这不是存心往你心窝子上妥刀吗？韩舟，你冷静点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认亲宴的吉时快过了，那么多宾客都等着呢。错过吉时，宝宝以后会被人笑话的。我们先回去把正事办了，好不好？其他的以后再说。是我错了，我不该和你生下这个孩子。韩舟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他是你的亲生骨肉啊！就是，孩子才是我们枫家的根，是最重要的，什么事儿都得靠边站。为了个宋佑宁，错过认亲吉时，让孩子一辈子被人指指点点，不值得。认亲取消。如果我再继续错下去，那我就真的彻底失去佑宁。你今晚住这里，有什么问题？今晚不是新婚之夜吗，冯太太？该来的总会来，反正枫叶技术很好，我不亏。帮我拿下浴巾，冯太太。对不起。这身材要死了，怎么把心里话当着枫叶的面说出来了？宁宁，你现在在哪儿？为了不让爸妈担心，改嫁的事情我还没说，打算过阵子回家再当面摊牌。爸，你突然问这个，怎么了？你这孩子，什么事都不和爸妈说，韩州手断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也不吱声。我和你妈听说了，就赶紧过来看看。去看望风寒州了，我马上过来接你们。来，韩州，谢谢妈。还想吃什么都给妈说。
韩州都住院了，你怎么也不在身边陪着？有你这么当老婆的吗？亏得韩州还一直帮你说好话，让我们别怪你。爸妈，你们怎么突然来了？看到韩州发的朋友圈，才知道他受伤住院了，我们放心不下，就连夜赶过来了。你们也是，这么大事情都不跟我们老两口说一声。难怪婚礼后他没闹出更大动静，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。爸妈，你们跟我出来一下，我有事情要和你们说。爸妈，本来不想让你们担心才瞒着的，害你们连夜赶来，实在是我的不是，也是我无能，才会被人把胳膊扭断了。什么？胳膊是被人硬生生扭断的？谁这么丧心病狂？这是犯法的。还能有谁？就是我那个堂哥冯燕，他为了和我抢家产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以前就听说他凶狠残暴，没想到这一套都用到家人身上了，简直是疯子变态。宁宁，以后你但凡见到风燕，必须离他远点儿，听见没有？对了，你刚刚要和我们说什么事儿？我说什么？难道要说妈，那个疯子变态现在是我老公？我是说，这么晚了，你们一路奔波，肯定累了。我先带你们去酒店休息吧。不用，韩州啊，已经给我们安排好房间了，就在医院旁边，离得近，方便照应。你今晚就在这儿好好守着韩州，不用管我们，明天爸妈再过来。妈，我送。爸妈，我送你们。快去扶着韩州。你现在说，爸妈大概今晚都睡不着了。妈本来就精神削弱，失眠。风寒州，你真卑鄙！佑宁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没办法，只有这样才能见到你，才能让你听我说几句话。你原谅我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风燕她不爱你，风燕娶你只是为了报复，以后我可以再也不见他们母子。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佑宁，别不要我，求你了好不好？风寒州，你知道过来之前我在做什么？我那新房的浴室玻璃是半透明的，我正在欣赏风燕洗澡，我差点就摸到她的8块腹肌了。风寒州，你真的很扫兴。我不信，宋佑宁，你非得说这样的话来剜我的心吗？我要回去睡我老公了，没空在这里陪你演追妻火葬场的戏码。爸妈今晚以为你在这里陪场，你要是走了，他们一定会起疑，会担心的。别以为利用我爸妈就能让我对你妥协，不可能。请你记清楚，我现在是风燕名正言顺的妻子，我不会背叛我的丈夫。我爸妈那边，我会找机会和他们解释清楚。你若是再敢去打扰他们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今天住在爸妈旁边，明天一早就解释清楚。王伯，抱歉这么晚打扰你，麻烦您转告风燕一声，我今晚有点事，不回云顶半岛了。好的，少夫人，我会转告少爷。少爷，您不方便出面，我老脸厚，要不我去把少夫人给您抢回来。不必，我不会干涉他的选择。可是城北的项目停了。城北的项目是眼下 FS 最紧要的项目，现在停了，风寒州这伤都不可能好好养了。
只怕得连夜赶去公司加班，这叫不干涉他的选择。佑宁，你醒了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红豆包。晦气！佑宁，昨夜公司出了事，我带伤去忙了一整夜，到现在都没合过眼。可听说你昨晚住在酒店，没回枫叶家。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，我迫不及待的就赶来见你，就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不会真的和枫叶发生什么。读过小学吗？知道自作多情4个字怎么写吗？我爸妈来南城，我作为女儿能让他们自己住酒店吗？我陪着不是天经地义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和枫叶又有什么关系？你也别再来这里假装深情，没用。我们离婚的事情，我已经告诉爸妈了。什么？你怎么敢说的？你不怕妈伤心难过睡不着了？看啊，这就是我曾经深爱的男人，用我的孝心拿捏我。我不只说了离婚，还和枫叶约好，今晚在烟霞畔温泉会馆，正式将他介绍给我爸妈。不可能，佑宁，你又在骗我！枫叶她从不去温泉会所这些地方，这是圈子里谁都知道的事。所以，我能让他为我破例。这个答案，你满意了吗？你要是不信，今晚大可以来烟霞畔，亲眼看看我和他怎么泡的鸳鸯浴。早上王伯说枫叶要去烟霞畔，晚上风寒舟要是真去，那我也不介意偶遇枫叶，拉着新婚老公秀一下恩爱。佑宁，你和韩舟在外面吵架了，他都伤了，身体虚弱，你怎么还和他吵呢？特殊情况特不能那么任性，脾气该收敛就收敛点。也不一定都是佑宁任性啊，或许也是韩舟做的不对。爸妈，我和风寒舟其实已经离婚了。风寒舟为了传宗接代，让嫂子怀孕，我接受不了。我可怜的宝贝，你怎么不早点告诉妈妈呀？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受苦伤心。风寒舟简直不是个东西，他怎么能这样欺负你？我本可以告诉他们枫叶对我很好，不用太过担心。可因为风寒舟上眼药，现在爸妈对枫叶有了偏见，得让他们先见了人再说。爸妈，别担心我已经不伤心了，而且这段时间有个人一直在帮我照顾我，他对我很好，今晚我介绍给你们认识。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？我印象里你不是这样的人啊。他比风寒舟还有钱有权，比风寒舟还帅10倍，我也就是个俗人，哪能扛得住？约什么晚上？就该约中午。我说，妍妍今晚到底来不来啊？这可是给金大小姐接风的回归宴。今天也是妍妍新婚第2天吧？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出来也合理。哥们儿，这话说的，别忘了金姐在妍妍心里的地位。燕哥，还是你够义气啊！青梅竹马，情深意重，果然诚不牵我。磕了磕了。什么都磕只会害死你。我现在有老婆，并且只爱我老婆一个人。以后这种话别让我听到。怎么了？这是心情不好，跟老婆吵架了，跑我这儿借酒消愁来了？吵架？我们之间连架都没得吵。
今晚哥们儿陪你，不醉不归。不过我更想感谢嫂子，我用我的名声替你挡了这么多年桃花，终于解脱了，可以去光明正大的泡妞了。现在不怕你家老爷子打断你的腿了？他前段时间在外面养了个20多岁的姑娘，被我妈发现了，现在管不到我了。你看，美女人人都喜欢。少夫人，这里是少爷的私人汤池。有事？介意一起泡汤吗？其实，确实是也有点。就是我想。不可能，他没有说谎，他和枫叶真的。枫叶会不会觉得我精分啊？我爸妈来南城了，我想和你商量，让你……青书居然回来了。难怪圈子里都说从不泡温泉的枫叶会突然来温泉会馆。几年前我就听说枫叶和金书是情侣，感情很深，只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分手了。金书出国，但枫叶仍对他恋恋不忘。如今金书回来了，他们这是要破镜重圆了。指不定过不久我就会被通知离婚了。让我什么？让你别管我，我想陪他们玩玩，这段时间都不回云顶航园。既然注定要离婚了，那就没必要把他介绍给爸妈认识。开眼界了，这个地球上居然有人敢这么对妍妍。嫂子这是完全把你当他和风寒州仆类的一环啊！这工具人感也太强，他居然敢这样利用你，不削他？你也说了，他是嫂子。宁宁，你的新男友呢？妈，他临时有点急事儿，被急召回公司了，没办法，工作要紧嘛。就是他。Tom， 拜托你一件事情。真的假的？佑宁，你别是为了安我们信心，随便在网上找张照片来糊弄我们吧？等到了那边，我让他跟你们打视频总行了吧？行吧。爸妈，我也需要赶去公司，明天就飞京市，等下次回来再陪你们。枫叶和京师破镜重圆，离婚就是迟早的事。我现在还不能离婚，所以必须先躲开。少爷，请喝水。他这几天要陪父母在南城转转，你随时关注着，提供一切方便。餐厅、景点、私人会所都提前打招呼安排好。南城的所有大型活动全部开启，让他们玩尽兴。还有，安排几个抽奖活动，让他父母中头奖。少爷，少夫人她坐今天一早的航班飞去京市了。京市？是的。我打听到少夫人在夜眼财团入职了，还在那边租好了房子，签了3年。3年？打算以后不回来了？少夫人这次做的确实是太过了，刚办完婚礼，二话不说就飞走了，这和逃婚有什么区别？少爷，我去安排夜宴财团破产，公司没了，少夫人也就自己回来了。这话别让我听见第二次。搬家去京市啊？现在？可是南城好多项目正在关键期，需要您亲自处理啊。怎么，
京市的网络不支持远程办公，还是我离开几天，集团就会倒闭？办公搬去别的地方，可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，牵扯甚大，整个集团的人都要因此跑断腿。为少夫人迁就至此，值得吗？幽宁，水，来人！你们都在白拿工资吗？少夫人的用品都没了，不知道补上，立即马上把她最常用的牌子拿来补上。我要这间房和以前一模一样。幽宁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听说你嫁给了风烟，他可是顶级大佬，富可敌国，怎么这么抠门？没给你钱，让你住这么小的房子？倒是给了很多，但是都快离婚了，风燕给的钱，我当然不能乱用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照顾了你一夜。我不需要你照顾，若是幼宁看到，她又要不高兴。以后你不准再靠近我3步以内。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会补偿，我会保证你后半生富贵无忧，孩子以后仍是风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该给他的股份我一份不少。如果你不能接受，你可以回江家，另嫁他人。孩子我会让人精心抚养长大，你随时可以回来看我。风寒舟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你怎么能对我这么不负责任？以前我们之间的事都忘了。喂，劳动仲裁提前结束，宋小姐，风总同意赔偿，钱已经打到您卡上了。2000万？怎么这么多？这是风总的意思，他说公司的事情是他对不起您，这些都是您应得的补偿。我只要我应得的那一部分，多出来的，麻烦帮我退回去。幽宁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给你的。我想补偿你。补偿？今天可以说是补偿，改天就可以说是我敲诈。我可不敢碰这种烫手的钱。我不会这么对你。幼宁，你刚去京市，需要钱拿着吧，算我求你。不好意思，我老公给了我1个亿。谢谢你啊，麻烦你送我回来。明早一定等我哦，必须包接包送。那我给你带早餐吧，你喜欢吃什么？三明治吧。谢谢，明天见。怎么有一种被捉奸当场的感觉？你怎么会来这里？我都躲到外地了，还来找我离婚，就不能放我一马吗？出差。然后呢？最近住你这里。你堂堂大总裁，出差不该住5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吗？屈尊降贵，跑来我这小庙。我夫人在这里有房子，我为什么要多花钱去住酒店？难道这位大佬真的是来蹭住的？青叔知道了，
难道不会吃醋吗？看着我欲言又止的模样，想说什么说。我是想问你明晚想吃什么早餐，我给你做。只要他不提离婚的事儿，我坚决不提。我不喜欢三明治。太感谢了，有这顿早餐，我都能多睡5分钟了。宋首席简直是我的天使。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难吃的三明治啊？这么巧，遇到枫叶回家。佑宁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我已经搬出来住了，也说清楚了，以后和江部主母子再没有任何瓜葛。以前是我错了，我改，以后我会全心全意弥补你，2倍不，10倍、100倍的弥补你，只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。你要真想弥补，就离我远远的，别来打扰我。佑宁，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还不够，你还在生气，我全都会弥补的。那晚我让你淋了雪，是我的不对，今夜我都还回来。回来了，吃饭了。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妍妍，你居然1天3顿都在家里开火，有做多的吗？我蹭一口呗。你倒是越蹭越熟练了。被你发现了又怎么样？可惜了，这样的温馨最多也只能支撑到他出差结束。免费的顶级大餐，谁不喜欢？吃一顿赚一顿嘛。尝一尝，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心疼了，需要我帮你请他上来喝杯水？还是不了吧，我怕你的开水把他烫死，我还得去警局做笔录，太麻烦了。佑宁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了。枫叶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和我夫人住在一起，不是天经地义。倒是你这么早就来打扰堂嫂清静，真是不懂事。冬天了，多穿点。这曾经是我的专属。佑宁，佑宁，你看看我，我昨晚在雪地里站了1夜，冻得连手指都动不了了。那晚我只是让你在雪地里站了不到半小时，现在我100倍的瘦回来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吧？求你了，别这样对我。风寒舟，错过就是错过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你也往前走吧。佑宁，还是不了吧，我怕你的开水把他烫死，我还得去警局做笔录，太麻烦了。佑宁，你终于愿意见我了。枫叶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和我夫人住在一起，不是天经地义。倒是你这么早就来打扰堂嫂清静，真是不懂事。冬天了，多穿点。这曾经是我的专属。佑宁，佑宁，你看看我，我昨晚在雪地里站了1夜，冻得连手指都动不了了。那晚我只是让你在雪地里站了不到半小时，
现在我100倍的瘦回来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原谅我好吧？求你了，别这样对我。风寒舟，错过就是错过了。你也看到了，我已经开始了新的生活，你也往前走吧。幼宁，风寒舟，再骚扰我老婆，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世上。风燕，你以为他真的会爱你吗？我和他3年的感情早就刺骨铭心，就算他现在不肯原谅我，心里也绝对忘不掉我。我在他心里的地位，你永远都比不上，也抹不掉。3年而已，当什么免死金牌？我和他还有30年、60年，一辈子。风寒舟，你算什么东西？首席，这天气太冷了，确实可能会冻死人。你真的不管？现在是上班时间，过路人很多，会有人看见了帮他报警的。首席，你这断情绝爱了以后，思路真是无比清晰，可喜可贺啊！断情绝爱。宁宁，京市下了好大的雪，你衣服穿得够不够厚？有没有冻着？宁宁，你在车里，汤姆又送你上班呢。我告诉爸妈 ，Tom 是我新男友，可真老公却在旁边，爸妈说漏了怎么办？爸妈，我快到公司了，先挂了。把手机给 Tom， 妈跟你男朋友说2句。男朋友，妈，这就是 Tom。伯母好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好帅的小伙子。风燕怎么来了？不是，他怎么还没走啊？伯母过奖了。说好的高冷大佬呢？人设 OUC 了。你这气质，一看就是 boss。你是宁宁老板吗？我是他老板朋友，自己倒也有个寄托。妈，同事叫我了，我要去忙了，先挂了。伯母，下次再聊。下次？他只是客套，一定是客套。多谢爷爷。原来小果竟是我自己。我突然想上厕所，先走了。尝尝。妈，这就是 Tom。伯母好啊。好好好。哎呀，好帅的小伙子。风燕怎么来了？不是，他怎么还没走啊？伯母过奖了。说好的高冷大佬呢？人设 OUC 了。你这气质，一看就是 boss。你是宁宁老板吗？我是他老板朋友，自己倒也有个寄托。妈，同事叫我了，我要去忙了，先挂了。伯母，下次再聊。下次？他只是客套，一定是客套。多谢爷爷。原来小果竟是我自己。我突然想上厕所，先走了。尝尝。宋佑宁果然放心不下我，还是送我来医院了。佑宁，韩舟，你醒了？你冻坏了，差点就休克了，吓死我了。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？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
韩舟，你就不为了我们的儿子考虑吗？不为了我考虑吗？我以前就是为你们考虑的太多了，才会一次次伤害幼宁，才会失去的。江楚楚，我警告你最后一次，别再来找我，离我远点，否则就把你送回江家。我说到做到。哥，动手，动手！我1分钟都不能再等了，我要宋佑宁立刻马上消失！穿这么漂亮，是要去约会？今晚公司给我举办了欢迎会，我先走啦。今晚应该会很晚，不用等我吃宵夜了。boss， 妍妍，祖宗 ，KJ 项目真的火烧眉毛10万火急，求求你了，今晚开个视频会议吧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自从封总去了京市，他在晚上8点到凌晨2点之间就会人间蒸发，不再处理任何工作上的事情。boss 晚上到底在处理什么？关乎集团存亡的跨国要务，以至于如此神隐。他们一定不知道 ，boss 每天晚上在给夫人做夜宵。各位晚上好，我是宋佑宁，非常感谢林总裁的厚爱，也感谢各位同仁和业界朋友百忙之中拨动前来加入夜宴财团，于我而言是新的征程，也是梦想的延续。我期待与各位优秀的伙伴并肩，将我们的智慧和汗水冲注于 AI 仿生机器人这一充满无限可能的领域，共同开创未来。这一杯，敬大家，敬夜宴，敬未来。Tom， 发生什么事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宋佑宁，你自己做下的好事，心里没点数吗？就是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，看着人模人样的，心肠怎么如此歹毒？你嫂子丧夫，还怀着一父子，孤儿寡母已经够可怜，你竟然狠心将他们赶出家门，你还是人吗？宋佑宁，我相信你不是新闻里写的那种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感谢您的信任，事情真相绝非如此。我那位可怜的嫂子，她怀的孩子根本不是遗腹子，而是我前夫风寒州的。离开南城，我本想开始新生活，以前爱的、恨的、恩怨全都一笔勾销，不再计较，不再纠缠。可江楚楚竟然变本加厉，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害我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就是她，那个恶毒的女人，虐孕妇、虐孩子的毒妇，你去死吧！干什么呢？佑宁，你没事吧？没吓到吧？新闻的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来处理，我会帮你澄清，绝不会让你被这些舆论伤害。你澄清？你怎么澄清？公之于众，说江楚楚怀的那个孩子，其实根本不是你哥的遗腹子，而是你风寒州的种。绝对不行，那样楚楚和孩子就彻底没脸见人了，他们会被所有人的唾沫星子淹死的。那你在这放什么屁？滚！他不开心了？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宴会的食物不得劲儿，没你做的好吃。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。都行，谢谢。
会议结束。不是，严爷，这可是10万火急的会议啊，还没得出结论啊，他就这么走了？如果是恐怖分子要炸了公司，严爷去炸了恐怖分子就算了，可是结束会议去做野操？纣王都没这么昏庸啊！韩舟，我听说你要开澄清发布会，要把所有事都揽到自己身上，说江楚楚其实是你赶走的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这会对你对 FS 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和损失吗？任何损失我都会一力承担，不用你们操心。FS 受影响你不在乎，你在封家以后没有立足之地，你也不在乎了吗？你若是身败名裂，爷爷恐怕再也不会考虑让你继承封家了。以后封家就100%是封燕的了。你斗了他10几年，就为了今天成全他吗？可是我答应了佑宁，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，不会再让他受到半点伤害。Wish I could kiss on you. 我出去一趟，可能明天回来。好，早点休息吧。习惯真可怕，我竟然有点怀念封燕的早饭了。关于佑宁的事，下面我想要澄清一件事情。封燕，封寒舟，你和江楚楚通奸，佑宁才和你离婚的。你是个男人就承认这件事情。没有，你胡说！你怎么澄清？公之于众，说江楚楚怀的那个孩子，其实根本不是你哥的遗腹，而是你封寒舟的种吗？绝对不行，那样楚楚和孩子就彻底没脸见人了，会被所有人的唾骂星子淹死的。这是假的，这是假的！你不是说要保护佑宁吗？现在你敢不敢认？竟然是这样啊！这是人干的事儿，畜生，简直畜生不如！哼，要我也跑啊，真够恶心的。吐了，亲哥尸骨未寒，小叔子和嫂子搞上了。韩舟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能认。事到如今，只有承认，我和佑宁才有一丝可能吧？是这样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买凶杀人，需要我说的更详细一点。佑宁呢？佑宁还在京师。对了，送你们一份礼物。什么？江楚楚的孩子不是韩舟的？恭喜！累了吧？谢谢。你说的是哪次？怎么样？那药给宋雨宁下了吗？当然，谁不知道封寒舟喜欢宋雨宁？等宋雨宁成残花败柳，我就有机会了。
你们说什么？送去警局。宋。原来这才是真相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我喜欢你。从10岁那年开始到现在。又是一个来安慰我的。哥哥，吃糖。妈妈说吃了糖嘴里是甜的，就不想哭啦。是你？是我。我出国3年再回来，你就要嫁给风寒舟了。我当时心都碎了，我想抢婚，问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，可是你拒绝了我。我以为你不喜欢我，是为了恶心风寒舟才……他不配，所以你愿意成为我的风太太吗？我愿意。